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帝国浩劫：美国内战》，当时上映的时候，大家想说美国怎么可能？殊不知现在美国它真的打起来，美国它真的内战。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在加州的大暴乱的现场，你看到非常多的冲突的画面，甚至川普他不惜把国民兵，他完全跳过州长一个权限，把国民兵派到了加州去，甚至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直接讲非常明白。陆战队随时戒备。当初他们只是因为移民问题，其实这都是川普的政治盘算。他今天要大扫荡加州，他今天要把这一把刀狠狠地插进民主党的心脏。好，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都知道，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加州的州长纽森是未来民主党的明日之星。加州它非常的亲中，加州的 GDP 甚至比日本还要高，长期被民主党把持之下，这一次川普他要借力使力来一个大扫荡，在这个情况下，说穿了，它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志总，我刚提到川普这一次叫做美国内战，我们原本说去年看的电影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一次真的在加州发生了，而且打得非常非常凶，而且这一次双方可是剑拔弩张，川普真的要来一波大清洗吗？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是洛杉矶，洛杉矶在过去叫 Los Angeles， 就是失落的天使之城，但是它现在真的是 lost， 只有失落，因为什么？现在整个城市蔓延的就是这个打砸抢啦，然后人民啊跟军队啦在进行一个对峙对抗的这个局面。好，那现在呢，川普不忍了，川普说什么呢？洛杉矶这一座曾经辉煌的美国城市，如今被非法移民还有罪犯入侵，所以呢，他要什么？我们知道川普一直高喊 law and order， 所以他现在呢，他要坚持这个所谓无法无天的暴乱，只会更坚定我们的决心。所以他干嘛？还要解放加州？对，他现在呢派军队过去了，他已经在赫格塞斯的这个针对赫格塞斯下命令说，你要派2000名国民卫队，现在已经进入到洛杉矶。所以现在其实，在洛杉矶很多冲突呢，是国民卫队跟人民的冲突。那因为呢，目前为止国民卫队进去之后，反而让这个整个冲突呢更加往上延烧。所以现在呢，赫格塞斯已经说明了，我们准备了500名左右的陆战队，准备要进入到加州，准备宣败了。所以看起来的话，可能又会有更强的武力来进驻。那甚至有传言说，在警方跟军人跟这个民众对峙的过程里面来说，军人一度有把子弹上膛哦。所以看起来的话，真的要发生巨大的这个冲突哦。好，那我们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冲突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呢，美国最近起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抓到这个移民，他说呢，我要扫荡呢在加州的非法移民，所以他就请了这个美国海关呢，以及这个所谓的移民总署呢，他们执法局进去里面扫荡。就呢，因为他抓的非常的严格，对，所以导致有些人呢觉得说，哎呦，你好像有点执法过当。然后尤其你又抓了很多可能墨西哥裔的啦，或者其他裔的民族的人民，就没想到演变成一场暴动。那暴动一开始的时候呢，美国警方在当地的警方呢似乎是比较消极的作为啦。那所以呢，这个川普就指责纽森说，你根本就没有作为，所以我要 law and order， 所以我就派兵进来。这个原因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纽森也开始在骂，纽森说什么？你在美国本土派兵根本就是疯狂之举啊！所以现在不只有这个所谓的他要 law and order， 现在这个纽森呢也把它升高成一个作为联邦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对抗。所以现在整个美国的这个洛杉矶的街头里面来说的话，真的是一团混乱的局面啊！所以这样一路看起来，根本就川普想要在加州、在洛杉矶进行这一波大清洗啊！每一个画面你看到，他们对待于这些抗议民众，甚至一些移民好，手段之凶残的，因为他就是要所谓的强力的霹雳手段。好，那我们讲是整个画面里面来说，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可能烧车啦。你看洛杉矶很多民众怎样，他们在车子里面来说，他们就这个把很多车子就困住之后，你看他们在引擎盖上面来说就倒汽油烧车，所以等于他们烧车来抗议啊。因为很多这个警方在这边，很多军人在这边，他们就烧车抗议。好，那不只是只有烧车抗议哦。我们知道事实上在目前加州有非常多 Waymo 的这个自驾车，那自驾车没有人，但是他们很倒霉，因为他们在那边跑来跑去的，结果没想到你看民众就在上面涂鸦啦，然后涂鸦之后，然后把它烧了之后，然后还在上面跳上跳下，这个是要做什么？要跟官方来挑衅的一个动作。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你看目前为止来说，加州市中心来说有非常多的街道上面，所以加州是等于是一个遍地烽火，到处都在砸车，到处都在干嘛？
都在烧车。对，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至少有5辆车就被烧起来。那目前为止来说，警方当然是想办法要扑灭这个火势嘛，他要把它围起来嘛。但是目前为止都还是在这个烧车的一个状况。那甚至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在这个帕拉蒙地区的人士来说，因为这是什么执法人员的车子，对，经过的时候就没想到，你知道他朝这个执法人员的车子去丢石头。所以等于说，这个执法人员 ICE 的人当然觉得说孰可忍孰不可忍嘛，所以才说为什么这个冲突在往上升，因为当地的抗议民众相当多，你靠当地的警方或是靠当地的这个民众是没办法，所以他们现在川普就说了，川普就洛杉矶的这个抗议要升级吗？他说现在我要逮捕戴口罩的抗议民众，所以他是无差别式的，你只要敢戴口罩，对，你没有把你的身份直接显露出来，我通通都抓。因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现在很多抗议民众就戴口罩嘛，反正你也抓不到我，所以你看现在美国联邦的已经发了一个所谓通报令，你看这几个戴着这个口罩的，还有这个戴着这个帽子的，看不到脸的，他就把你列为说我们现在要抓捕这些人呐。抓捕这，你看，尤其是为首的这一位是什么？你看他就是戴着这个口罩，对，然后戴着口罩的时候在街上，你看他就甚至还有人就是丢这个执法的车子嘛，所以都是这些人嘛。然后他们就说这些人是什么？应视为持有武器而且具有危险的人。所以他们现在呢，希望民众能够提供给他们线索，到底是哪些人，然后他们要把他列为所谓的 FBI 的头等的这个通缉犯。所以你要事实上现在川普人没有该跟你客气，他也跟你来硬的，反正你要硬，我就跟你硬到底。好，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记者常常都会去采访嘛。就没想到在这个冲突的过程里面，就有记者很衰。你看这个记者在那边采访的时候，就没想到呢，国民兵有射出这个所谓橡胶子弹。那橡胶子弹来说的话，没想到就打中他的这个橡胶这个。你说他这一刻，他痛的要死。打中他的膝盖。那不是只有他，不是只有澳洲记者，还有中国的这个新华社的也是被打中。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民众也都被打中。所以呢，因为我就讲。你用塑胶子弹这个袭击民众，民众当然也会不开心嘛，所以他们就拿着手上能够拿到了水瓶啦、这个砖块啦、石头啦，就往你丢，甚至你对我丢这个催泪弹，说我也对你回丢催泪弹。所以现在双方为什么会剑拔弩张？这个除了执法人员，除了这个出动催泪瓦斯，还有橡皮子弹，还有闪光弹。好，那你看嘛，因为事实上这个公路已经被他们占领嘛，你看这些警车都被砸得乱七八糟，有没有？你看每台警车全毁了。那天这警车怕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民众实在太多了嘛，所以他们现在警车都把车停在这个天桥下面，因为天桥下面你要丢我们就没办法丢嘛，所以你看一大堆。但是你仔细的看，每一台车几乎是完全都被打了，这个非常严重，他的车窗都破光了，而且很多警员都已经挂彩，甚至很多警员都受伤的这个状况。所以来说，当地的警方已经没办法控制住目前为止整个加州混乱的局面。所以川普为什么要派国民卫队？为什么要派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陆战队？就是因为目前情况有一点失控的这个迹象。而且我们刚刚为什么是要特别提？他说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盘算。你可以看到哦，抓移民抓到，你可以看到这些画面相当的吓人。我刚刚讲，国民兵直接是手枪这种非致命性的子弹，直接往人的身上打，该抓的人通通都抓，而且呢，这个双方的冲突非常的多。这一切难道就是川普的盘算？对，没错。BBC 就有个报道 ，BBC 的报道就是说，这一次对洛杉矶的干预呢，是他相当渴望的一个政治行动。好，那这是 BBC 国外媒体的报道啦。那为什么会这样报道？因为说真的，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骚乱开始产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照理说，那个美国的这个制度应该是这样，当地警方是要先镇压，对，如果镇压不下去的时候，是由州长。他要说，那我请求政府的帮忙，联邦政府的帮忙，联邦政府才能可以动用国民兵。但是现在这一次没有发生骚动没多久之后，川普马上就动用国民兵，马上就跳过纽森。为什么跳过纽森？他说，目前为止，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出来说，这个总统知道加州州长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嘛？对，所以他就是不会这样。所以我们总统做出维持这区的安全，而不是等到纽森州长恢复理智。那这也是这些国民兵被联邦动员的原因，因为他们可能可以运用他们的特殊技能来维持和平嘛。所以就是说，他一开始就认定，反正纽森你绝对不会要这个联邦帮忙，那我就马上就叫人来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市场这就是变成是什么？洛杉矶这个当地的这个加州跟中央政府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对抗的这个状况。好，那你要讲说，那为什么这个川普要这样子？实际上我跟他说了，川普要想要整治这个加州或是洛杉矶这些地方，也不是今天来知道的事情。为什么？第一个，你知道吗？事实上，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来说的话，加州地区是投给川普的这个票数比例最少的地方之一。也就是说，民主党的铁票州，这是民主党的铁票州。然后他的这个很多政治理念跟川普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嘛。那尤其是这里面啊。
冲刺的川普可能没办法接受。我们在节目上讲过零元购嘛，对不对？这是当初贺锦丽说，哎，你在$900以下的这个抢劫是没有这个根本没办法给你判罪，零元购，哎，这个在这个加州当地洛杉矶、旧金山一大堆这样，你觉得川普有办法接受吗？当然不没办行啊，法接受嘛，气死了。尤其他认为说这些零元购很多人就是来自非法移民嘛，他非法移民本来就是他要扫荡的嘛，再就是毒品。我们讲，他不是为了分太你的事情跟这个中国杠上，我就是为了毒品。就你看，你们这个加州也不管一管毒品这些事情，让他真的无法能够忍受嘛。然后你又不断的这个抗议，不断的抗议来说话，当然对他来说，他当然是无法接受。所以我才说，目前为止来说，他的确是有这些，这算是所谓的帽子，让他可以扣上。好，那这个当然是他说，哎，我要恢复秩序，我要毒品，我要 law and order 哈。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政治层面来看的话，政治层面来说，他要针对加州，这其实也是其来有自。为什么？我们现在来讲第一个，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你这个川普是没办法当参选下一任总统，但是纽森目前为止是民主党最有可能会被提名的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啊。他如果要让范斯选，那跟纽森来说，哎，我当然是趁机的把纽森打掉嘛。而且刚刚你也说，他说纽森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对啊，所以就表示什么？我今天先比你早有行动，你纽森就是无能、软弱、无能，对不对？他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我是能恢复秩序，我有 power，对不对？他这样跟纽森做出个区隔。再是什么？我们知道，事实上现在这个川普不是也需要税收嘛？对。那我们知道，事实上以目前为止来说，加州的这个税来说是非常多，尤其加州的超级富豪很多，所以等于说，哎，我拿这个加州来开刀说 law and order 的时候，哎，搞不好我可以收到更多的税收，让这个秩序平和下去。而且这加州真的吓死人，对，纳税年来导播我们看这个数字哦，共缴纳1220亿美元的所得税，这也难怪哦，它的 GDP 竟然比日本还要高。对，它如果用国家来说，它是全世界第5大的这个国家哦，所以你知道实际上它为什么要整治加州？这个金鸡母不能让你砸掉嘛，对不对？好，那再来是纽森的原因，再来是什么？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你看这是加州州长纽森，他去见了谁？习近平。习近平啊，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打关税战的过程里面，纽森都一直说，哎呀，我们这个加州不是美国啊，对，然后他跟川普唱反调，加州不是美国，而且他还跟中国伸出所谓的友谊的之手嘛。在今年初的时候，其实大家全世界都不想理川普的时候，哎，他去给不想理习近平，他给习近平送暖嘛，他去送暖，对，这个川普最恨的是，他在这个纽森在这个关税战。或者在很多科技战，他都跟川普唱不一样的反调。你要这个跟中国维持关系，我就是要跟中国关系打好，怎么样？所以才说他们两个有非常多就是意识形态上面，而且就是你未来就是我们共和党最重要的敌人的时候，我刚好趁着这一次，我表面上是说啊，我要反这些移民啊，然后我要维持秩序啊，我要维持法令啊，但是某些程度来说的话，你要把它看成是一场斗争，这基本上也是是的。但是目前为止来说，这个到底呢？最后呢，因为川普现在已经下命令了嘛，对，他要这个国民卫队，那他要这个所谓的这个陆战队进去，到底会不会演变到那一步？那这冲突会不会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也牵动了美国内部的这个政情啊。宇轩，现在川普真的要对加州，甚至对这个洛杉矶要进行一波大清洗嘛？为什么会这样讲？今天有非常特别的讯号，来，你看这是谁？这人是伊隆马斯克哦，他竟然转发了川普在针对于加州事情的评论哦，他是支持川普的哦，这不奇怪了吗？不是前几天还在分手嘞，还不是还在吵架吗？赵我对于这个两人之间的感情世界扑朔迷离，我难以去评论。但有一件事情绝对是真的，是什么？也就是 Elon Musk 对于整个美国西部地区，这长久以来，不管你说是游民，不管你说呢是相关毒品泛滥的问题，早就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当 Donald Trump 说要派国民兵，而且你看啊，再去讲 News Gun and the mayor should apologize for the people of Los Angeles for the absolutely horrible job that they have done。他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Elon Musk 还是有共感的嘛，因为你仔细看看啊，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你受得了吗？最近他们的州长，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纽森 ，A.K.A. Newsgun， 川普口中的说好，我们现在要严厉打击相关抢劫以及所谓的零元购 （Zero Dollar Shopping） 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怎么办？来，他举出第一个例子，他说我们要采取累计制。我听到人说，我天哪，赵和。我还以为有累计制，我还以为你要痛彻心扉了，就是累计制，知道累计是什么吗？你抢第一次没关系，真的假的？真的啦，因为你抢第二次，反正你金额可能要超过800或950美元之后，我们才开始算你的罚则。换言之，你可以抢一次哦，只是你不能抢太多次，抢太多次我要把你抓起来。我心想说，见鬼啊！什么法律啊？好，来，我们首先第一个加油站。
加油站这是什么呢？来，你看到哦，Los Angeles 它的加油站，对，不是一般人哦，他是被反 ICE， 什么叫 ICE？ 就是所谓的护航这些拥护这些移民的人，对，抢的这样一塌糊涂，就这样抢了，直接冲进去加油站里面，甚至还有更离谱的，有这种超商哦，你知道吗？员工其实已经挡着了，你看，他就员工在里面拉着哦，就不让你开门，直接破门了，直接破门了。对，你要拉了之后，你看哦，员工说叫不要再来了，就你看哦，他们硬要上。门已经关起来，对不对？而且直接打他了。对，然后第3个人这时候冲进去，然后那个员工已经顽强抵抗哦 ，table cam 他们在上哦，敢 kill 哦，就你看他拿了大石头，就是威胁要砸他。等一下，这么凶啊？对啊，都这么凶，这个叫硬要抢，你知道吗？就明目张胆，一般人家犯罪想说失风了就赶快跑，不是，反正我被抓到也没关系。对啊，而且你知道更可恶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连老人家都不放过，比如说走在马路上，那就有老人家呢，就是你看哦。行走，他直接硬扯，把他包包扯倒，然后整个老人家都趴在地上了，他也不管，反正想说我就是要去抢你，而且你知道他监视器还拍到说这种犯人哦，他就专门挑这种老弱残穷，因为想说你有一些退休金啊，你有一些钱啊，所以你看他就尾随在那边，然后人家走到一半之后，你看走到后面，然后呢，你看抢了之后马上拔腿往反方向跑，就欺负老人家跑不快，所以这种情况你如果活在这种环境，你还受得了？而且各位，我们刚才只是讲抢而已。那你要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去抢？因为抢到的钱哦，如果你正常有营收哦，他不可能靠那个，对，多半都是什么使用芬太尼的这些吸毒犯。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一直在讨论到芬太尼这些问题，造成是什么？美国人死伤率真的太高了，而且呢持续的上升，到目前为止，芬太尼致死已经到达7.3万人。那你看这个爬升的程度如此的陡峭，都是在从我们讲的2016年开始呢，我们讲旱地拔葱，19年之后呢急起直追，有22.7%都是使用他们的芬太尼，而最后造成了死亡。那你想想看，这些芬太尼大家都知道啊。源头就来自于中国啊，形成一个很可怕的恶性循环啊，也是我先抢芬太尼，我们讲抢劫之后再去买芬太尼，买芬太尼之后呢，然后呢吸再去抢劫，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代表说这个都市已经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美国矽谷有一个加密货币新创的公司 ，OK， 这个执行长叫 Bob Lee， 好，很好记的名字。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原本其实已经搬到迈阿密，但他搬到迈阿密之后呢，后来又回到了这个旧金山。回到 San Francisco 之后呢，莫名其妙，突然间呢，发现说，哇，有一名男子40几岁躺在地上，身中2刀。后来呢，找他父亲来指认说，对，这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儿子，就是 Bob Lee。那这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精英族群，然后竟然呢会莫名其妙躺在地上中2刀，而且他明明他人已经走了。后来呢，加州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查一件事情，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呢，明明呢他们有13万支枪支哦，我们讲的犯罪枪支被追踪，但实际上呢，其中呢有好几万支，高达12000支哦。完全不知道它的去向，变成黑枪了。换言之，我们知道这些枪是有用过的，而且它是犯罪枪支，但最后这些枪去了哪里，没人知道。整个都市的犯罪动能跟侦查动能都已经瘫痪掉，变成说这边也抢，那边也开，这边又骂人讲，又有游民。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说美国该要如何去制衡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动用军方的军力，恐怕很难去压制。廷伟，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谈下来哦，我们原本说这一次为什么川普要把这个国民兵甚至陆战队直接派到加州去，很大都是因为移民问题，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规格这种冲突已经升温到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阶段。原因是什么？川普他要打的根本不是这个，他就要把这个加州做一个大清洗，他要把所有这个所谓民主党的势力完全清楚，他就要把这一把刀直接插在民主党的心脏吗？对，其实这个事情来讲，要从政治上来看待会比较清楚一点了。你看到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什么德州啊、墨西哥州等等这些地方，而发生在加州啊。那为什么呢？照道理讲哈，这个川普一上台之后就开始在做一件事情，把这些移民赶走，对不对？把非法移民赶走。那这些非法移民来讲的话，这个加州的州长本来就有一些权利可以来执行这个中央就是联邦政府的命令啊。但是似乎来讲哈，在加州他们因为是民主党的天下嘛，所以他们都会比较对于这个非法移民来讲会比较宽容一点。所以好像哈，就是说现在传出来，就纽森这个州长哦，事实上是没有完全是按照这个川普的意志在做这些事情。好了，那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川普自己心知肚明，自己心里有数。再加上去年不是加州发生大火吗？对，你看加州大火那时候很多豪宅不是被烧掉吗？那时候川普讲一句话，他说这个纽森是没有任何能力的，而且那时候就开始在定这个纽森了。那为什么定纽森呢？因为从贺锦丽被他打败之后呢，被川普打败之后，民主党内部来讲的话，唯一的明日之星啊，
可能就是这个加州的这个州长纽森。而你知道，去年来讲的话，纽森也到中国去访问，他是比较亲中的哦。然后再来是中国现在内部来讲，已经有传出来说，他们会比较希望未来美国总统是由这个纽森来担任。所以今天来讲的话，这件事情看起来表面上是一个处理非法移民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党的现任的这样的一个现任的这个政治明星嘛，就是川普嘛。川普他为了共和党未来，比如说范斯或者是 Rubio 等等这些人，大概是打清除前面的障碍的时候，他开始在搞这个纽森了。所以这个纽森来讲的话，证明一件事情，川普要证明什么？就是你能力不够，你无法担当大任。所以你连一个小小的这种所谓的非法移民的暴动的一些问题，你都没办法处理，那我亲自来处理给你看。所以今天来讲的话，除非是什么，你加州要独立，变成加州共和国，不然的话，你今天在我联邦政府的这个指挥之下，我不管派国民卫队，或者是派所谓的海军陆战队，我目的就是要去展现出我这个川普强大的这个意志力。所以这样听下来，民主党在加州这个势力会因为派兵进去做一个清洗，真的有受到影响？当然，因为政治上来讲的话，不会是单独只是因为镇压的这种事情来讲就会产生影响。但是川普目前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凸显出纽森的无能。那为什么纽森的无能？你知道加州那很多富豪，对不对？对。如果富豪受到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的干扰、侵扰，或者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局面来讲的话，这些富豪的心里会怎么想？所以富豪他们希望说什么？政府能够有效的去什么？去进行维护他们的安全嘛？对。所以那这不就是川普现在目前在做的事情吗？如果说川普他凸显出来是纽森的无能，而他自己是可以去保护这些富豪们的相关的安全的话，那岂不是对川普来讲是个加分吗？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这个镇压啊，这个违反什么人权，违反什么东西的，但事实上川普的阵营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的是怎么好把加州的这些精英分子，加州过往这个我们讲说民主党的金主吧，简单讲就是民主党金主，通收了，能够收过来，这其实才是川普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国正，现在川普对加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雷厉风行，甚至现在整个抗议行动都还在继续的当中。你跟我讲，我才知道他一手打加州，一手继续打中国，而且他对中国出手是越来越狠，所以你不要看加州现在镇压闹得很严重，他对中国现在是连核电厂的零组件也要限制中国出口到中国，所以贸易战是在加分。所以川普在干嘛？他一边在掩饰严重的财务问题，一边向盟友要恐吓取财，要勒索更多钱。所以美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哈奈特就是讲说，这美国政府现在川普像什么呢？他减税像共和党，他本来就是共和党嘛，所以不用收很多税，大有美方案，简称漂亮国的美丽大美丽方案，然后花钱像民主党，花钱像民主党的，哇，这个是大众情人啊！你一边像共和党，一边像民主党啊，所以少收税收，所以会变成什么事情？他的收入只剩5兆美金，可是支出是什么？7兆美金的，你等于缺口高达2兆美金呢，所以马上的现象是什么？美债就又没有人买了，所以最近又要拍卖美债了，又可能美债会出问题，所以殖利率一直飙高，那个价格就一直往下掉。所以川普就想办法怎么样？我要用5兆的收入来抵抗2兆的，把7兆的支出来把2兆缺口给弥补住。怎么做？就从各个地方的国家要求他付更多的关税，所以现在川普怎样？他又在开始讨好人，所以他为什么支出像民主党又开始把所有的本来裁掉的人给他找回来？像一开始川普上任的时候就把国际开发组给裁掉，整个部门裁掉嘛 ，USAID 最讨厌这个部门，所以跟马斯克把它裁掉。结果现在这些员工都已经收到通知，什么？你是否要为国务院效力？通通要回来了。在海洋气象预测局跟药品审查署，你要。马斯克最讨厌的就是气象跟海洋。以前他在发射火箭的时候，还要求他们检测说，鲸鱼跟鲨鱼的听力会不会受影响？还把海豹抓过来测听力，就是这几个海洋局跟气象预测局的干的。结果就把他们裁掉。结果现在裁掉之后，又开始把这些人回聘回来了。那回聘回来要怎样？就是支出会大量增加嘛。你本来要减少支出，所以叫做漂亮国的大美丽方案，支出要变非常多。所以川普你看到一边在打镇压，一边把事情闹得这么严重，他又把这件事情做了，又开始威胁联准会主席鲍尔说：“这个家伙，你赶快降息啊！”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多线进行啊。对，他同时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多，而且更严重，因为他打算要鲍尔辞职，所以他最近又讲：“华许这个人不错，应该赶快换过来。鲍尔为什么你不赶快滚啊？我要开除他。”但语法他没有办法去开除他嘛，所以他又说，如果他赶快走的话，像这个华许他的
那个备受好评。可是呢，你不要小看川普这样哦，他现在搞这些东西，大家看得很开心嘛，吃瓜群众啊，你赶快买西瓜来看啦，看得很开心的过程中，川普有没有效？当然有效。4月收入的时候，你看到他关税收入突然间成长这么多，比去年你看哦，现在这个时间点都还好，对不对？到2025这个地方突然飙高上来了。对，所以你川普这样恐吓，讲难听点叫恐吓取财嘛，哈，你4月份关税收入高达160亿美金的收那么多，比同期同一个时间增加130%，你说没有效吗？当然有效啊！所以他打算怎么样呢？关税战继续打下去，打算1年要恐吓7000亿美金，大家都要付钱嘛。你要卖到美国就要上架费，包括我们也要付钱。所以如果7000亿美金，那2兆的缺口就可以大量解决的。对，好，那他现在是开始干什么？他上礼拜我们大家不是说他软了吗？他扣了吗？往回说了吗？稀土问题，他打电话给习近平，大家以为川普不打了嘛？一下子他打完电话之后，通用汽车、GM， 还有福特，还有斯特兰蒂斯，马上说，我收到稀土了，中国已经获得稀土出口许可，已经可以6个月了，所以车子可以生产了。刚打完电话，你以为停火了吗？没有停火。川普接着更狠。我拿到你的稀土了，我的车厂开始动工了。他开始说核电厂的零组件要限制出口，暂停到中国的核电厂零组件许可。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他禁止的厂商包括西屋跟爱默生，西屋在全世界盖400个核反应炉，中国就有2个，一个在海洋，一个在浙江的三门洲。你现在禁止这些设备去，而且可能禁止期间高达4年，而且这些出口影响数亿美金的核电设备，一些核电厂正在运转。你跟他说零组件不能过去，会造成什么事情？人家东西如果坏了怎么办？所以川普你看非常狠，你一边我拿到稀土，一边又威胁说我现在核电厂的零组件可能会停摆。他怎么会玩一些双面手法一大堆的？一边又拉拢你，一边又打，可是目的就是什么呀？我就是要你把关税付出来，要你吞下那个成本嘛。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